我们经常在护肤品的瓶身上看见一些标签、一些 label， 比如有机、无香料，说自己是药妆、无添加，还有近几年欧美大热的 Clean Beauty 纯净彩妆，它们真的有什么含义吗？我们选择产品的时候真的要考虑它们吗？这个视频我们一次性来搞懂这些护肤名词。大家，我是穆迪，欢迎回来我频道，和我一起科学护肤，理性种草。我们先来说纯净彩妆还有无添加这个名称。无添加一般亚洲国家会使用的多一点，那纯净彩妆 Clean Beauty 欧美人更喜欢用。Clean Beauty 呢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绿色的商标，很环保的样子。你在丝芙兰的官网上呢，其实可以找到它的明确的定义，它主要是讲对人体比较无害、比较健康，然后对环境无污染的成分，那包括一些甲醛，还有甲醛的释放剂，Alkinoate 还有 oxybenzone，不含对珊瑚礁有害的成分，就这个我不太喜欢的这两种化学防晒剂。还有这个防腐剂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的，也是非常容易刺激，让我们皮肤产生过敏的成分。中文名是甲基异噻唑林酮，很长 M 打头这个成分。我在有一些化学防晒剂里面看见过它是一个还比较刺激的防腐剂，我觉得敏感肌还有容易脸泛红啊或者容易发痒的人一定要避免它。那丝芙兰的 Clean Beauty 的一些品牌呢，如我们熟悉的像最象啊、伊利啊、Necessaire 我非常喜欢的身体乳的品牌，还有像 Inkey List、Summer Fridays， 他们新上的防晒真的很好用，我刚刚空瓶，用得很快，润色的物理防晒，超级的清爽，适合夏天，而且它成分列表非常短，非常适合敏感肌。然后像 Supergoop， 那注意的是它这个定义里面是没有说有没有香料这个问题的，也没有说有没有酒精，所以并不是 Clean Beauty 就一定不会刺激你的皮肤，你还是需要看你自己的皮肤的耐受度如何。那如果你是一个超级敏感的话，亚洲版的 Clean Beauty 也叫无添加，那更加的安全，适合敏感肌，更加的纯净一些。它是连香精、色素、防腐剂一些的防腐剂，然后还有酒精都不添加的。像一些日本的药妆，我觉得做的非常好，比如我非常喜欢的 Nob 那个防晒霜，就特别适合各个肤质，超级敏感，医美术后也可以安全使用。那注意的是，如果它不添加这种合成的防腐剂呢，它可能会添加一些天然的防腐剂。你要让护肤品去达到一个比如6个月到12个月的这个使用周期，你是一定要确保它的安全性嘛，你还是会添加一点点的防腐剂的。那比如说它就会用一些精油来替代，或者它用真空瓶包装，让它的 shelf life 更加的长一些。那总体来说，我觉得无添加和 Clean Beauty 是一个很好的理念。那如果你是正常的肌肤，用什么护肤品好像都没有什么感觉的，你不一定太苛求一定是无添加，一定是没有这些刺激成分的，只要你皮肤自己用上去觉得舒适安全就可以了。在美国是食品药监局 FDA 去确保我们的化妆品安全，它有监督监管的这个作用，监管你的产品名称，还有它的 claim 它的商标是否正确。药妆 cosmeceutical 这个名字是比较模糊的概念，它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 FDA 也不会去监管说它到底是不是药妆，它可以是药品，可以是化妆品，可以是两者皆有。我们通常看见它就说自己是 cosmeceutical skincare 的，通常是在皮肤科医生的诊所里面，或者一些 spa 一些美容院里面销售的，因为他们通常认为自己的产品是有更高的浓度，更有医疗级别的活性成分，纯度有的更高，所以他把自己作为药妆。我们熟知的 SkinCeutical 修丽可，还有 Replenix这一类的比较专业美容级院线的产品都可以叫 cosmeceutical。 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开价的护肤品你在超市可以买到的更像药妆一点，因为什么是药妆呢？是药品和化妆品。
那其实药品的定义是它只要对皮肤有功能性，对皮肤的结构有改变的都叫药品。医生比如说开的处方药、A 酸，还有一些治痘的药，它都算药品。其实很多平价买的一些有功能性的护肤品，它都是带有这种祛痘的成分的。比如说像我喜欢的 Different Gel， 它也算药妆，含有 BPO 的一些祛痘凝胶，其实这些都算药妆。因为它是一个很泛的概念嘛，所以不一定说是专业级别的才算，只要有活性成分的、有功能型的，都可以算在这个范畴里面的。天然护肤品，你听见这个名词，很多人就抵挡不了的诱惑，觉得天然的一定是对皮肤最好的，其实并不一定哦。我自己就比较，也不是抵制吧，就比较拒绝所谓标榜自己全部都是天然成分的护肤品。比如它里面会添加柠檬提取物，那这个成分其实是一种光敏性的成分，白天使用更容易反黑，然后也会刺激你的敏感性肌肤。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医生推荐的 dermatologist tested， 其实他们用的全部都是实验室里面的合成成分，他们已经被测试过了，更加的稳定，更加的安全有效。再说天然的就一定是非常环保的吗？你天然的产品在生长的时候难道不使用杀虫剂吗？需要大规模的生产的其实也留下了一定的生态足迹，也不一定是环保的。我们熟知的透明质酸原来是从公鸡中的鸡冠中提取的，那为了让它更加稳定，现在我们已经不从动物中提取了，直接用合成原料制造它就可以了。其实它也是保护动物的一种表现。而且为了让你感觉到它是天然护肤品，有植物的香气，它往往会添加很多的植物精油。有些精油是有益的，那有一些就是有刺激的，你还是需要自己去看成分列表去识别，并不是说盲目的追求天然护肤一定就是好的。Organic 有机其实主要适用于农作物，它对护肤品是没有一个严格的概念的，可能是指它的成分来源的一些天然的成分，它是不使用杀虫剂的，仅此而已，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意义。但随着现在大部分人都讲究天然健康嘛，食用有机的食材，也希望自己的化妆品也是有机的，但我认为它只是商家 marketing 的一种噱头而已，不必太过追求。Cruelty free 这个概念也是近几年特别火的，很多人选择护肤或者彩妆的时候都要求是不在中国生产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中国生产的产品都需要经过动物测试，那很多人尤其在欧美国家，他们觉得那样会残害小动物嘛，觉得非常残忍，所以他们都选择 cruelty free 的产品。我觉得它是有利有弊的啦，不残害小动物是一件好事，但如果它真的没有经过所有的动物测试的话，只是一些实验室的测试的话，它的安全性真的能够得到保证吗？我们也不能确定，对吧？所以是不是选择 cruelty free 的产品，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判断，看你个人的信仰是什么。 Vegan 和 cruelty free 是不一样的哦，它也叫纯素，是说它的产品的来源是不含任何动物成分，还有动物的副产品的。那这里我一定要稍微明确一下，什么是动物的副产品。那动物成分我们都知道，比如说牛羊肉啊，就不从肉类中提取嘛。那副产品可以是它们的血类、它们的胶质，不被人类直接食用的这些动物身上的东西都属于副产品。那比如说它可能不含蜂蜜，不含羊毛脂，然后也不含胶原蛋白，那这些都不含的就叫 vegan product 纯素产品。但这个词也是比较的模糊啦，并没有一个监管部门说去看它到底生产过程中含不含动物的副产品，那具体的生产过程我们也不知道，所以这个商标我感觉也属于商家的噱头，为了让更多人购买的动机，而且很多促进胶原蛋白的都是从副产品中得到的。所以你真的说要抗老护肤，你能保证你的护肤品里面没有副产品吗？还有 gluten free 这个商标也是很有意思，
也叫无麸质产品。这种无麸质产品呢，主要也是用于食物。那有些人对小麦、黑麦，就 wheat、rye， 或者它们的杂交的品种有这种自身的免疫性疾病，很多是遗传啦。就你吃完它之后，你会有一些腹泻的情况。这种病呢也叫乳糜泻。但其实现在的科学数据研究表明，外用的涂抹的护肤品对乳糜泻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，除非它是一定要进入口腔被食用的。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对小麦或者黑麦过敏，用完可能皮肤会不舒服，但这种情况比较少，也并不是说你用 gluten free 的你就一定不会产生过敏反应了。Hyperallergenic 和 dermatology tested 这两个名词，我在我儿童湿疹那一集有说过，他们是说经过皮肤科医生测试，不太可能引起过敏反应的成分，但并不是说有这个商标的一定不会过敏，还是要看你自己自身的过敏源是什么。Comedogenic 和 non-comedogenic 致粉刺性这个词是我非常关注的，因为我是一个油痘肌，容易因为一些成分导致爆痘的。那通常这些 comedogenic 引起粉刺的成分呢，是从植物油、植物精油中来的。所以市面上呢有一个 comedogenic rating， 各个植物油或者一些精油它们的致痘指数是多少。那我自己也是总结一个列表，通过市面上查的一些科学文献，再加上我在学校书中我总结下来的，比较避免的像 palm oil、cocoa butter 还有 coconut oil 这一类偏油状的植物油，容易堵塞毛孔，那长痘的人出油量大的要尽量避免。像大家觉得可能会致痘的，但其实它的 rating 为0的，比如像 mineral oil， 其实配方好的矿物油是完全不会致痘的，我自己用下来也没有任何致痘的情况。还有 shea butter 比较保湿的，还有我比较喜欢的 safflower oil 红花籽油，那这些都是比较滋润的成分，然后不容易致痘的。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容易让你爆痘的护肤品，它里面有没有添加这些刺激精油，哪些植物油有可能让你皮肤发生过敏反应。我选择护肤品呢，尽量会选 fragrance free 无香料的，但它并不是指它没有香味。那严格意义上来说呢，无香料是指它没有添加特定的成分赋予这个护肤品香味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比如说它这个护肤品，它添加了薰衣草精油，是因为它要达到一个治愈、很舒缓的效果，它是有治疗功效的，它不是特意添加薰衣草精油进去的，它也可以把自己称为 fragrance free 无香料。听起来可能有点 cheating 了，但没有办法，这就是它的严格的定义。所以 fragrance free 并不是说它一定没有香味，也不能说它一定没有刺激成分。那 unscented 呢，这个标签就更有意思了。那如果它像我刚才说的那个配方，它里面是有薰衣草精油的嘛，它为了让你觉得它无香，它添加了某种化学成分进去，让它没有这个薰衣草的味道了，它就叫 unscented， 完全的无香味。至于护肤品它到底是标记 fragrance free 呢，还是 unscented 呢，这就要看它的具体的成分具体分析了。从我目前看到市面上这些护肤品 fragrance free 大部分适合敏感肌和受损肌肤，或者皮肤角质层比较薄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你哪天长期用这个有香精的，就是添加香精进去的，有可能就会皮肤过敏了，所以我还是会特意去选 fragrance free 的，然后当然也会大概看一下成分。那有些产品更是2种版本都有，有一个 fragrance free 版本，还有普通版本。有些人喜欢那种香味的护肤品带给他们那种愉悦的感觉，好像在 SPA 一样被那种香气所环绕，喜欢这种护肤时的仪式感，那你就去选择普通版本的就好了。前提是你知道自己用起来没有问题，你皮肤也不容易受刺激，不容易敏感的就可以。看完这集可能你会觉得怎么感觉像白看了，这些标签好像都没有意义的样子。其实他们只是给你一个筛选的头一道工序，而且有了这些标签也更能吸引我们消费者去购买到适合自己的嘛。就比如说你是一个
非常敏感的，你可能会去选择 dermatology tested 就经过皮肤科认证的，不容易产生致敏的这些化妆品。但不管怎样，我们还是要学会看成分列表，从中判断是否哪些适合自己，哪些不适合。下集的护肤指南我会说如何看懂成分列表，成分的含量到底是怎样的。没有订阅我频道的，记得关注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有任何问题或者想看的主题都可以给我留言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。